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由于我爸是大学校董，我妈是一线影星，我几个哥哥都是各个领域的风云人物。进了大学的我，只能低调，当小透明。结果报到第一天，我就碰上了绿茶。她仗着自己是系主任女儿，三番四次的践踏我的尊严。最终，我怒了：老爸老妈，大哥二哥三哥，你们要不要来学校一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开学第一天，我提着一大袋子刚买的零食回宿舍，一开门，我就跟一个坐在椅子上悠闲玩指甲的女生对视上了。她先是一愣，随即翻出了一个巨大的白眼，满脸鄙夷的阴阳怪气。哎呦，我真是服了，这学校宿舍怎么分配的啊？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跟我住在一个宿舍？巧了，我也很想问为什么我们会被分到一个宿舍。他阴阳我的原因我很清楚。2个小时前，报到大厅里人挤人，我不小心踩到了他的鞋，他跟我急了。我说实在不行我赔给你一双，或者直接把钱转给你。他不同意，说我没见识，根本不知道这鞋多少钱，1个月的生活费都赔不起。我当时就笑了，他这双鞋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高仿品，正版19000一双，他这双顶多5000就能买到，但我没说出来。他骂了我一句土包子之后，转头就走。1个小时前，我在学校超市遇到了他。他拖着巨大无比的行李箱从我身边经过，光明正大地插到我的前面，行李箱的轱辘差点压到其他同学的脚。我好心提醒他，他骂我是妈。10分钟前，我在宿舍看到他正在使唤一群帅哥学长替他扛行李，自己却两手空空，连个包都懒得背。我从他身边经过，他冲我翻了个白眼，我懒得搭理他，径直回宿舍。路上我还在想，谁跟他住到一个宿舍里，真是倒了大霉了。可现在我算是知道了，原来那个倒霉的可怜鬼是我，跟半个小时之前的情况一样。这位大小姐自从进了宿舍门就没干过一件活。此时的她正坐在椅子上，一边阴阳我，一边对着其他2个舍友指点江山：你去把我的衣服挂起来，你去把我的床给我铺好，你们给我小心一点，碰坏了我的东西你们可是赔不起的。2个舍友擦着汗干着他命令的事，毫无怨言。其实我不理解2个舍友为什么这么惯着他，但我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随便拆了一包薯片，就打算开始追某男爵的大结局。可谁成想，我连软件都还没打开，那女生就又跑到我面前找事了。她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刺耳：你怎么回事？没看见我还有一箱子的生活用品没整理吗？赶紧给我去帮忙，我如果满意的话就不追究你刚才做的那些事了。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笑死，我刚才做什么了？谁原谅谁啊？他以为自己是玉皇大帝吗？这么自然的命令别人干活。我懒得搭理他，自顾自地看电视剧。他一看我不理他，瞬间就火了，抬手一把打上我的胳膊。靠，我的薯片还是意大利香浓红烩味的那包。那女生一脸不以为然，还是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啊？我让你赶快给我去整理行李。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就把他当一个神经病看，根本没打算理他。但我再怎么能忍，也架不过他没有麻烦制造麻烦也要上的架势啊。我干脆直接站起来开队：同学，你没事吧？你是没手没脚还是没脑子啊？你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收拾，让别人给你弄，
你要是小脑发育不全，我或许还能帮你。但你看你这身子骨，比我们仨任何一个都壮实，怎么还能连个行李都不会弄呢？那女生眼睛瞪得溜圆。你知道我是谁吗？有种再给我说一遍。我说，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这事也是你的错。他猛地抬手，眼看就要冲着我脸上来，我正想躲，他就被一个舍友从身后抱住了。倩，咱刚开学，别跟他一般见识，等过2天再治他也行。我无语，这才开学多久，就要拉帮结派了。下午吃完饭，宿舍里就剩我跟对铺的乐了。他还特意问我，西西，你之前是不是得罪过丁倩啊？我摇头，大概跟他说了一下今天的事。乐了一脸了然，你是不是不知道啊？丁倩她爸爸是咱们系的系主任，开学之前他就把这个关系宣传得沸沸扬扬的，不然的话他也不敢闹出来这么大动静啊。系主任就是那个爱穿 polo 衫，整天被校长吐槽的那个。行，这我就明白了。我还以为丁倩是谁呢，整这么大阵仗，也不怕闪了他爸的腰。这年头有个系主任就敢这么嚣张了，要是我大学校董的老爹，还有几位各个领域风云任务的哥哥知道的话，不得上来拼命。军训第1天，9月份的天气，前2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几百个人举在操场上，又闷又热。军训之前，我们班就有传言说教官是刚从武警部队退下来的，训练手法变态且残忍。现在一看，确实如此。军训第1天，教官让我们站军姿，只要有一个人乱动，全班一起加10分钟。开训5分钟，教官板着个脸说，从现在开始到军训结束的14天，你们就是我手底下的兵，在我的队伍里必须要严格服从命令，不管干什么都要打报告。如果你们有谁吃不了这个苦，现在站出来还来得及，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正常人都会选择保持沉默，但这次教官的话刚说完，队伍里就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教官，我申请退出。没错，丁倩说的。教官当时就从我的面前走过去，我清晰地看到教官的脸有一瞬间黑成了锅底。没听见我刚才的命令吗？说话之前打报告，你打了吗？空气有一瞬间的凝固。报告教官，我申请退出。理由？我本来以为在这种时候，丁倩怎么也会收敛一下自己的性子，但没想到她竟然直接把帽子一摘，边扇边抱怨：这个天太热了，我身体不好，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教官的脸又黑了好几个度。我让你乱动了吗？立正。可丁倩仿佛根本没有听见教官的话，兴奋地站在原地挥手。哦，原来是我们素未谋面的辅导员来了。他姓刘，50来岁的年纪，头发有些许的稀疏，喜欢板着个脸说教。这些都是开学之前跟我同校的老哥告诉我的，但现实情况来看，他除了外貌特征符合之外，也不爱板脸。一看见丁倩叫他，立马笑眯眯的过来了。听丁倩说完情况之后，辅导员二话不说，直接让他去阴凉地休息，并表示给教官的假条，等他后续忙过来再补。教官气得青筋突起，但最后还是没说什么。荣获军训赦免权的丁倩坐在阴凉地里，喝着辅导员买的某雪王柠檬水，2条腿晃来晃去。与此同时，我们站军姿的时间已经被增加了20分钟了，理由是有人在队伍里乱动。我们正常军训的还没抱怨什么呢，丁倩倒是先忍不住了，她冲到我面前，仰着头用鼻孔瞪着我。
我说于西西，就算你自己不想休息，也不要连累班里其他人啊！你不累，大家还累呢。此话一出，我的身上瞬间凝聚了几十道视线。他在狗叫什么呢？我发现他为了找我的事，还真的是绞尽了脑汁。在太阳底下站军姿被延长了20分钟，任谁都会有怨言。就算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有怨气。趁着这个机会，把众怒迁到我的身上。他自己坐在一边看戏，这拉仇恨的水平真是一绝，不去写爽文可惜了。我打了个报告，经过教官同意后，果断开口：“你休息的地方那么远，怎么看见我乱动的？”丁倩满脸骄傲：“我视力好，当然能看见了。”教官上前问我：“你刚才乱动了吗？”我说：“当然没有，小时候皮。”都不知道被老兵爷爷罚站军姿多少次了。区区50分钟的军姿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教官声音又放大2倍：“那你们有谁能证明于西西刚才乱动了？”全场一片安静。教官又反过来问了一遍。这个时候，站在我正后方的乐乐站出来了：“报告教官，我在于西西身后，可以证明她没有乱动。”我顿时感动得稀里哗啦，这姐妹能处。有了乐乐带头，我身后的几个女生也纷纷为我作证，结果一目了然。教官十分欣慰地看了我们一眼，随后转头看向丁倩：“丁倩同学，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但是今天上午你已经公然扰乱军训秩序2次了。我带的兵成绩可以不好，但是行为必须规范。刚才是谁在乱动，我心里比你清楚。你是伤员，最大的任务就是休息，训练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教官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但凡丁倩有点智商，就不可能听不出来话里的意思。丁倩的脸都被气绿了，跺着脚剜了我一眼之后，气呼呼地扭头就走。我在心里默默感叹，不愧是教官，为人就是刚正。不过丁倩这回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她可能会用尽各种方法来恶心我。休息完之后，教官带我们到了一个临时搭起来的靶场。这个模拟射击项目，我听老爸说过，属于学校军训时的趣味性项目。听教官简单介绍完规则之后，班里的男生大都开始兴奋了。我本来想着这个项目就不多掺和了，毕竟之前为了参加比赛练了大半年，导致现在看见这种靶子就头疼。但人生嘛，往往事与愿违的时候比较多。就在我默默退到队伍最后的时候，丁倩跟辅导员悠哉悠哉地出现了。跟同学相谈甚欢的教官一看见这2人，瞬间拉下了脸，硬朗的脸上就顿时写满3个大字：靠，晦气。但丁倩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人嫌弃了，舔着个脸凑到教官眼前，捏着嗓子说：“教官，能不能让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呀？今年我还拿过梦想杯的铜牌呢。”教官不动声色地后退2步：“丁倩同学，你是伤员，应该观摩休息。”“丁倩，我没关系的，教官，只是给大家做个示范而已，您就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教官还想再说些什么，奈何辅导员还在一边给丁倩添油加醋，只好点头同意。毕竟作为教官，学生的面子他可以不在乎，但是辅导员的面子他还是要给的。丁倩如愿以偿地摸到了模拟枪，到射击位之前还不忘给我抛来一个挑衅的眼神。有一说一，丁倩确实有2把刷子，但也只有2把刷子。第一枪7.5环，第2枪8环，
不过这个成绩在同学中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收获到掌声之后，丁倩并没有立刻放下枪，反而是绕过教官，直接走到我面前。怎么样啊，于西西？要不然咱俩打个友谊赛吧？得，我明白了，感情示范就是他的一个借口，他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来羞辱我一番。是不是我后退的动作太过自然，导致他对我产生了什么误解？不过这不重要，他这么费尽心思，我当然不能让他失望才是。我给乐乐回了个眼神，说好啊，但是友谊赛没意思，不如打个赌。丁倩看着我的眼光愈发鄙夷，我估计他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个啥也不会还自以为是的土狗了。如果你输了，那你就当着全班不全校人的面承认昨天是你不长眼，然后再给我擦1个月的血。我笑着同意了。丁倩果然是个大小姐脾气，就连赌约都这么幼稚。那如果你输了，刚才的事情可就要给我道歉了。5分钟，比赛结束。说实话，我的心思从始至终都没有在比赛上，全程都在思考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才让丁倩和乐乐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误解。丁倩属于是超常发挥了，5枪都打出了8到9环的成绩。他成功在掌声中迷失了自己，一脸得意地瞅着我说：“我赢了。”我彻底无语住了。大姐，麻烦你看看我的成绩再说话好不好？教官报成绩：2号靶1枪9环，4枪10环，于西西同学胜。刚才不该走神的，添了1环。不过战胜丁倩还是绰绰有余的。丁倩的笑容瞬间僵住，惊恐地看一眼靶子，又看一眼我，最终蹦出来一句：“不可能，你作弊！”同学和教官，我懒得反驳他的丁言丁语，冷笑：“别跟我整这些里格棱，道歉吧。”在众人的围观下，丁倩咬着嘴唇，眼泪汪汪地瞪着我。比赛是他提出的，赌约是他同意的，刚才的污蔑他也是理应道歉的，现在倒显得跟我刻意为难他似的。僵持了2分钟之后，还是辅导员上来打圆场。哎呦，不就是个道歉吗？于西西同学，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友谊第一，比赛第2哈。我斤斤计较，天地良心，找事的不是我啊。丁倩有台阶不下，一脸不服，跺脚白眼一气呵成后扭头就走。那白眼翻的，我都担心他会不会翻不过来了。其实我本来也没指望他能跟我道歉，只是没想到辅导员竟然也这么擅长睁眼说瞎话。确定了，辅导员是反方敌军。进队伍之前，教官还特意把我拉到一边，好奇地问我是不是学过。我说不算是学过吧，就是蝉联了几年梦想杯金牌而已，只不过感觉没啥挑战性，所以今年就没有参加。好不容易熬到上午训练结束，我跟乐乐回宿舍之后，就发现丁倩此时正开着空调，敲着2郎腿躺在乐乐的床上，还时不时发出几声杠铃般的笑声。她在干嘛？我正想开口说话，却被乐乐拦住了。我理解她的想法，她担心万一真的闹起来不好收场。无奈我只好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但是这么热的天气，丁倩把空调开到27摄氏度就离谱。我随手拿过遥控器，将温度调低了2度，担心丁倩怕冷。我和乐乐凉快过来之后，就把温度调回去。可我们还没来得及坐下，丁倩就嚷嚷着不干了。我说：“你们俩有病吧？把空调调这么低干什么啊？没看见我在空调底下吗？想冻死我啊？不是，这现在离我放下遥控器还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他是怎么感受到冷的？现在这空调的工作效率这么高吗？乐乐小声地说：“丁倩，我们就开半个小时，等凉快过来就调回去。”丁倩仍然不干，咕噜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指着乐乐的鼻子就开始往外喷含妈量极高还带着生殖器的垃圾话。这张嘴说话真好听，跟抹了开塞露似的。一看见他那副坐在别人床上还趾高气扬的样子，我的火气立马就蹿上来了。我记得这张床好像不是你的吧？你闲着没事干上乐乐的床干嘛？全班上下就你一个人不用军训，你当然不会热。而且乐乐刚才就说了，等我们凉快过来就把温度调回去，最多也不超过半个小时。你怕冷可以回你自己床上去盖上被子，但我们怕热的，总不能脱一层皮吧？说完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回头吃饭。乐乐的床本就靠近空调，他非待在上面，不冷才怪。丁倩突然不说话了，拿着个手机敲敲打打，不知道在给谁发消息。我也没理，继续自顾自的吃饭。大概过了有20来分钟吧，我刚想上床，宿舍的门就被推开了，辅导员进来了。看得出来他来得很匆忙，气喘吁吁，甚至嘴边还沾着些许油渍。一进门，辅导员二话不说就指着我跟乐乐呵斥：“你们两个给我下来！”我跟乐乐面面相觑，心里已经猜到了大概，合着刚才丁倩是给自己叫支援呢。从下床开始，辅导员嘴里的指责就没停过。于西西，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这才开学第1天，你们就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小团体主义了是吧？人家丁倩同学怎么招你惹你了？军训的时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为难人家还不满意，等到回了宿舍竟然还要欺负他。还有你李乐，我昨天看见你对你印象还挺好，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的，心思怎么这么恶毒，竟然还跟于西西合起伙来欺压同学。你们两个关系好我不反对，但是人品和性格不好就是天大的问题。你们父母在家里难道没有教育过你们吗？被辅导员这么一说，乐乐的眼泪都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我真的要忍不住了，批评我们2句有的没的也就算了，但上升到人品和家教问题就真的过分了。余光中，我刚好看到丁倩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太恶心了。我无数次想直接怼回去，但理智告诉我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毕竟再怎么说，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即使我们2个人之间没有必然的阶级关系，但是我从小受过的教育不允许我做出目无尊长的荒唐之事。而且如果我真的怼了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家里人撑腰也不好收场。更何况乐乐还在一旁拉着我，我是可以在家人的庇护下不受委屈，但乐乐不行。大学4年我是可以护着他，但又有谁能保证万事周全呢？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目送辅导员出宿舍门的。经过这事，我跟丁倩之间是不可能再和平相处了。本想着为了乐乐我尽量不跟他起正面冲突，但事实证明这方法行不通。下午的训练结束后，我跟乐乐吃完饭就去了校门口，隔着大老远我都能看见停在夜色中的一辆闪着光的迈巴赫。上车后，我忍不住吐槽老爸：“爸，咱不是说好了要低调的吗？我爸，这已经算是咱们家最其貌不扬的车了，我总不能现去买个拖拉机过来。”那倒也不至于。从老爸手里拿到东西后，他问我在学校第1天感觉怎么样，我当然是捡好的说，
自动掠过丁倩和辅导员，要不然照我爸这个脾气，还不得直接翻了桌子。从车上下来之后，我隐隐感觉身边有人在看我。虽说我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这大黑天的我难免瘆得慌。快马加鞭回到宿舍后，扑面而来的不是凉风，而是丁倩的阴阳怪气。哟，某人这大晚上的跟谁约会去了啊？真是羡慕啊！年纪轻轻就有这本事，能钓上一个有家室的小老头。他在说我，怪不得我回来的时候总感觉有人在看我，原来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啊！我直接被气笑了，干脆直接摊牌。啊，对，我刚才是上了一辆迈巴赫，他是个小老头没错，有家室也没错，夫妻恩爱，儿女双全，过得挺幸福美满的。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他不是我钓的金主，他是我爸。他满脸鄙夷的上下打量我一眼，切，现在你们小三圈里都流行把金主当爸爸吗？哈哈哈，我怎么会有你这种不要脸的舍友？殊不知，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他，我怎么会有他这么蠢的舍友？我实话都说出来了，可问题是丁倩她不信啊。晚上11点左右，我已经快要睡着了，宿舍的门再次被人撞开，浩浩荡荡的进来3、4个人，开始乒乒乓乓的放行李箱，那架势跟上海滩的斧头帮没多大区别，就是人少了点。我即使戴上耳塞，都挡不住他们3代2顺子的声音。我被吵得头疼，一直在心里提醒自己，于西西你坚持一下，很快他们就走了，再等几分钟。但是再强的心理建设都挡不住他们后来的那句王炸。王炸不炸我不清楚，反正我是炸了。我扯开帘子，压着火气说，各位同学，能小点声音吗？现在已经快12点了，就算你们不睡，也还有其他人要睡啊。不光是我，就连乐乐这种能忍则忍的脾气都忍不住附和。丁倩不轻不重地瞥了我们一眼，回了一声，你们睡你们的不就行了，管我们干嘛？我说，那下次你睡觉的时候，我也叫几个人上来打扑克行不？丁倩白了我一眼，行行行，我又没说什么，是吗？拉上床帘之后，他们的声音确实已经小了很多，但是我仍然能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在说我的名字，具体内容听不清，我自然也懒得搭理他们。一直到凌晨3点多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我们军训的集合时间一般是在早晨7点左右，但那天上午我是被乐乐叫醒的。他说我们2个已经迟到半个多小时了，等我们跑到操场上的时候，已经将近8点。我一眼就看见教官那张生气且幽怨的脸。你们2个当部队是姥姥家吗？想迟到就迟到，想早退就早退，到底有没有把纪律放在眼里？我跟乐乐没有办法，只能低着头认错。不过我更怀疑自己跟乐乐在昨天晚上设定好的闹钟为什么同时不响了。教官越说越生气，最后把丁倩跟另一个舍友叫了过来，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丁倩就跟狼人自爆一样，委屈巴巴地说，教官，我叫他们了呀，但是他们2个就是不起，还说我们多管闲事，我害怕迟到，只能先过来集合了。另一个舍友也是一样的说辞。行，这下我明白了，昨晚闹到凌晨3点，丁倩怕影响我们睡觉，出于歉意早早起床，跟另一个舍友一起关掉了我跟乐乐的闹钟，然后不动声色地出来集合。笑死，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小绿茶。可就算猜到了真相，我也没有证据，最终还是教官松了口，罚跑10圈后归队。教官走远后，丁倩冲着我们幸灾乐祸地说了一句，
加油哦。石圈呢？除了被丁倩恶心到之外，我倒是没有什么，毕竟是从小被亲哥溜到大的。但乐乐的运动耐力不高，跑到第6圈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我估计丁倩是被吓到了。自从把乐乐送到医务室之后，他就安分了不少。到了晚上，我才明白，丁倩才不会善罢甘休，她是在憋一个大招。晚上我去医务室买完藿香正气水回宿舍，还没等进门就发现门口已经被同学堵住了。疑惑之下，我随便拉出了一个比较靠前的同学问了2句，虽然他也说不清楚，但我一看丁倩对乐乐的态度，就知道事情有蹊跷。我稍微留了个心眼，加上那个同学的微信后，给他转了200块钱的红包，并拜托他把视频录下来。他同意后，我果断迈进宿舍。乐乐看见我后，眼眶立马就红了。听他说完，我也就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了。乐乐从医务室出来之后，在宿舍睡了1天。晚上他正吃着饭，就被丁倩拉起来扇了一巴掌。原因是他放在柜子里的神仙水找不到了，怀疑是乐乐偷的。但刚才丁倩已经把乐乐的柜子甚至床铺都翻了一个底朝天，东西却仍然没有找到。乐乐脸上的巴掌印还肿着，可见丁倩是用了十足的力气。我靠，我可太心疼乐乐了，这下不光是神忍不了，就连书都得拍桌子啊！我直接质问丁倩：“你说这东西是乐乐偷的，证据在哪？是眼见为实，还是道听途说啊？”证据？丁倩冷笑：“他今天在宿舍里待了1天，就是证据。宿舍里除了他没别人，不是他偷的，是谁偷的？而且你们俩关系这么好，我怀疑就是你指使他偷的。好家伙，这叫什么？指鹿为马？还是指皂为白？”我说：“你不用在这里想一出是一出。”乐乐说他今天一直在睡觉，期间就算是有别的人进来，他也不一定能知道。你不是怀疑我吗？反正乐乐的东西你已经翻过了，不妨再来翻翻我的。要不要我帮你报个警？这年头盗窃和造谣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丁倩的脸色僵了一下，虽然只是一瞬间，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行，报警。丁倩拿出手机：“你们给我等着，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们。”我被无语住，实在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被惯大的，愚蠢且恶毒，要命了，简直就是。场面僵持了不到5分钟吧。有人来了，不过不是丁倩找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另一个舍友跟辅导员。最有意思的是，那个舍友进来的时候手里就握着一瓶神仙水。我跟乐乐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舍友把神仙水交给丁倩，然后十分诚恳地道歉：“对不起啊，倩倩，这瓶神仙水是我拿的，我本来想等你回来再告诉你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辅导员也是在旁边笑着打圆场：“别生气了，倩倩，别把事情闹。”话音未落，一个巨大的耳光声响起，那个舍友直接被丁倩打偏了头。吃瓜同学一片唏嘘，丁倩还不解气，抬手还想继续，但被辅导员制止住了。他边挣扎边骂了一堆垃圾话，语速太快，我有没听清的地方，但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个惊天信息。他说这瓶神仙水是她的男朋友于帆给她买的定情信物，她自己都舍不得拆开用。门外的同学也是议论纷纷，于帆就是隔壁商学院的校草学长于帆，真想不到啊，于帆竟然是丁倩的男朋友。说实话，他们的震惊程度远不及我的10万分之一，因为于帆是我亲哥啊，虽然是最小的哥，但已经和某娱乐公司签了合同了。
准备毕业就出道，这样的老哥看得上丁倩。在辅导员的驱逐之下，门外的吃瓜同学都各回个家。我们宿舍里是前所未有的安静。其实我挺心疼那个舍友的，他的家庭条件、性格都跟乐乐差不多，平时跟丁倩结伴，经常帮他干这干那。我猜今天的事情也不像是因这个女生而起，但是现在我没心思想这些有的没的，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我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在微信通讯录的底部找到了他的头像，直接开门见山：小老哥，你谈恋爱了。对面秒回消息：天，不容易。我的好妹妹竟然还记得躺在冷宫里的哥哥。我说你先别扯皮，先交代你有没有女朋友。我哥于西西，我是你亲哥不？你哥我是个24K 纯种不婚主义者，养个猫都是公的，哪来的女朋友？这我就放心了，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干，就跟他讲了一遍今晚发生的闹剧。我哥回复：女生宿舍真可怕，还是我的好基友靠谱。对了，丁倩是哪位啊？你们说的那个神仙水，跟唐僧肉一样的性质，是的话给我也搞一瓶。真的，比起丁倩，还是亲哥更能让我无语。确定了情报之后，我向刚才的那个同学要来了视频，然后静音播放。说来也奇怪，自从这件事过去之后，丁倩安分得像变了个人似的。我还以为她是不是要改过自新了，不过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军训汇演之前通常都要选护旗手，介于爷爷从小对我的军事化锻炼，我的正步已经能达到标准的水平了，所以护旗手的大任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那天我正在被教官单独拎出来训练，丁倩开始坐不住了。这次是他军训这么久以来唯一一次用正常的语气跟教官说话，整的教官都差点没有反应过来。他直接切入正题：教官，我要当护旗手，你放心，我早就已经休息好了。我清晰地看到教官的嘴角微微抽动，显然是在表达被人抢了台词的不满。临近汇演只剩2天的时间，其他的事情他可以闹，但这种事关班级荣誉的问题就没有商量的必要了。我将肩上的旗杆递给他：来，你先把它扛起来再说。这个旗杆并不轻快，当时我拿到手后也是用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这个重量。丁大小姐兴冲冲地接过旗杆，果然旗杆是挺悲壮的。丁倩的脸立马就绿了，抱怨：这旗杆这么重，谁扛得动啊？我说你扛不动就尽早放弃，别给班级丢人现眼。丁倩瞪我一眼：谁说我扛不动？随后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吃奶的劲把旗扛在肩上，顺着拐勉强走了2步，别说是正步了，正常行走都困难。我无意间瞄到教官的表情，薄唇紧抿，剑眉微蹙，就是那种又气又笑的感觉。就连跟丁倩一起来的小跟班都是一副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一般都不会笑，除非忍不住的样子。最后还是教官实在看不下去了，才上前把旗接了过来。丁倩同学，你没有参加训练，正步也踢得不如于西西同学，所以于情于理，你都不能做护旗手，这关乎与团队的荣誉。丁倩的胸口剧烈起伏，不自觉地咧着嘴瞪我。她当然不甘心，毕竟这种不需要脑力还能出尽风头的机会实在不多，只可惜她没这资格。中午回宿舍不久，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是我哥发来的微信。他跟我说他就在宿舍楼下，让我下去一趟。我刚换好睡衣，想了一下之后，决定就这样下去得了。
我哥蹲在树底下玩着手机，身边还放着一大袋子零食。幸好他此刻戴着墨镜，不太引人注目，否则的话，整个女生宿舍都要响起尖叫声。我凑过去，第一件事就是抱住零食。哥，这些都是给我的。我哥用一种明知故问的眼神看我半晌后开口：听说你当上护旗手了，挺厉害啊。那是必然，我谁啊我？浅自恋了一会后，我哥问我神仙水有没有帮他买到。我很无奈地跟他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上楼的路上我还好奇，我哥怎么都没问问丁倩，但很快我就想通了。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我哥一向只有3秒的记忆。下午休息的时候，我们班的人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可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丁倩这个独自美丽的大小姐破天荒地挤进了队伍里，她根本没管其他同学诧异的目光，直接走到我跟前，扬起手来做事要打我。幸亏我反应快，及时躲开。看到这一幕的教官急吼吼地跑过来问：丁倩，你想干什么？丁倩掏出手机，把2张拼接好的照片放在我面前。于西西，你个贱人，晚上去勾引老头，白天勾引我男朋友，我今天必须要撕烂你的脸。说着他就要冲我扑上来，教官跟身边的同学制止住他，纷纷用探究的眼神看向我。万万没想到，有生之年我竟然也能体验一把被偷拍的感觉。只不过偷拍我的人不是狗仔，是狗。我无所谓的耸肩，照片上的人确实是我啊，一个我爸，一个我哥，有什么问题吗？丁倩仍然不信，话越说越难听。我干脆直接走到他面前，举起他的手机给他看照片。你要不要动脑子想想，为什么我跟于帆都姓于，并且长得很像？丁倩不说话了，半晌，那又怎么样？我亲眼看见你勾引我的男朋友，现在他要跟我分手，都是你害的。我听完就笑了，拜托，我哥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还被迫分手了呢？我说，行，你不是说于帆是你男朋友吗？我给你个机会，现在打电话把他给叫来。虽然说要分手了，但电话好歹是要接一下的吧。丁倩脸色一白，结巴着推脱，我们前2天吵架，我把他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这借口蹩脚的我都不想戳穿他，但谁让他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呢？我说，你不打是吧？那可轮到我了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淡定地掏出手机，找到压箱底的号码拨了过去。怎么说呢？亲哥不愧是亲哥，关键时刻就是给力。电话秒接之后，我哥似乎还没完全清醒。大小姐，您老又有何吩咐？我给你买的零食这么快就吃完了啊？说实话，我哥的声音是真的好听，且极具辨识度。班里很多小迷妹一听就能辨别出来，这就是于帆，纷纷传来了尖叫声。我看了一眼丁西僵硬的脸，不轻不重地说，哥，你来操场一趟呗，你妹差点被人打。我哥瞬间清醒，卧槽，谁欺负你？你等我5分钟，我马上就过来。万众期待之下，男明星于帆不到5分钟就出现在了操场上，只不过就是跑得比较狼狈，气暂时喘不匀而已。在众多迷妹的星星眼之下，我哥径直走到我跟前，抓着我的胳膊就开始问，你没事吧？谁打的你？男的女的？哪个系的？叫啥名啊？我很感动，但我竟一时不知道该从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冲丁倩扬了扬头，我躲得快，你女朋友没得逞。我哥松了口气，随后浓眉紧蹙，不是，我哪来的女朋友？
其实我哥这话一说出来，大家自然能分辨出来真相。只不过我暂时不想放过丁倩。我哥跟着我的视线看向丁倩，然后又看了看我，语出惊人：“这位同学，咱们认识吗？”这语气疑惑中带着点不爽，不爽中又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嫌弃，真的可以说是哄堂大笑了。丁倩倒也不装了，吞吞吐吐地憋出来一句：“学长，你难道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我哥沉默许久，随即哦了一声：“我想起来了。”丁倩眼睛一亮：“你是刚开学那会儿问我办校园卡的新生吧？”同学，我真不是办校园卡的，我没这方面业务啊。此话一出，班里有好几个人都忍不住低笑出声。我哥平时不这样，他的情商真心挺高的，只不过因为长了一张容易欠桃花债的脸，从小的追求者太多，才逼得他练就这个装傻充愣的本事。丁倩的笑容顿时僵住，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半分钟后抹着眼泪跑了。看见这种画面，我心里还挺不舒服的，不过并不自责，这是他自己给自己找的不痛快，想抖个机灵，结果弄巧成拙了。我哥回宿舍的路上还给我发了个信息：“坑亲哥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这是得请我吃饭哈，要不然我马上捅给爸妈。”不管他咋说，我先答应下来，万一他真告诉了爸妈，我们俩在学校就都藏不住了。可很快我就发现，这个马甲必须要爆出来了。我们学校宿舍哪哪都好，有独立卫生间，偏偏没有独立浴室。晚上我照常去公共浴室洗澡，因为是刚建成不久，所以环境还不错，一人一个小隔间。我洗澡习惯最后洗头，正当我要抬头把泡沫冲掉的时候，我发现头顶上赫然放着半只手机，摄像头正对着我，我差点惊叫出声，用最快的速度裹上浴巾，出去后立刻撞开隔壁的门。要不就是说，人在危机来临之时的潜力是无限的。锁着的门被我硬生生撞开，但这些都是小事，因为我发现举着手机偷拍我的不是别人，是丁倩。其他的事情我忍了也就忍了，但这件事真的已经在践踏我的底线了。如果我今天没有发现他，后果不堪设想，我也不给他面子了，直接质问他：我不管你拍的是照片还是视频，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删除。丁倩不屑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彻底火了，一把夺过他的手机：你不删是吧？我帮你删，直到我把相册跟最近删除里的视频全删干净了才放心。问题是，从被我发现到删除视频，丁倩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一直嘴角带笑。一开始我不理解，直到第二天一早，我被老哥的电话吵醒时才明白过来。这一回，丁倩确实用了点脑子，但也只用了一点点。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登上校园表白墙一看，一个新鲜的帖子被置顶在首页上，发帖人是丁倩。她发了一个不到2分钟的视频，视频上是只裹了一件浴巾的我把她对到墙角，抢过她的手机，逼她删视频。其他人可能看不出来，但作为当事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个视频绝对经过了不止一次的剪辑。我又看了一眼他的文案，很专业，一看就是咨询过专业人士的，全文2000来个字，具体内容无非就是强调他自己究竟有多无辜，我对他做的事情有多恶毒，十分轻易地将他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单纯无辜又备受校园欺凌的小白花，而我则是那个十恶不赦，对待同学如仇人的食人花。至于下面的评论就比较有趣了，骂我的偏多，
想要刨我祖坟的偏少。我说丁倩昨天怎么完全不反抗？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啊！实话说，我的内心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主要是我哥太不淡定了。短短2-3分钟的时间，给我发了10几条语音。不过我好歹也在 C 语言中找到了少量的信息。第一，这件事必须要马上解决。第二，他已经把这件事告诉老爸老妈了，他们上阵夫妻兵即刻出征。果然，我刚听完语音，我妈的视频就给我打过来了。爸妈跟我哥一致同意表明身份，然后迅速澄清，再给造谣者相应的处分。确实很高效，但是我拒绝了。澄清肯定是要澄清的，处分惩罚也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现在还有点早。我跟他们说了一下大体的计划，在我软硬兼施的攻略中，我妈放话：3天必须解决。因为这个帖子，上课第1天我就感受到了同学们无与伦比的热情。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肯定不敢对我动手动脚，但奈何嘴上不停啊！就光一个学校走廊的路程，我就能发现有5-6个人在我的身边指指点点，或者小声议论。说不在意肯定是假的，但我这人一向奉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原则。我于西行得正，坐得端。更何况真相很快就会被揭露出来。中午丁倩没回来，宿舍里就只有3个人。我吃完饭窝在床上，在微信跟乐乐具体说了一下我的想法。他表示这是包在他身上。我刷着某红书的功夫，微信响了，丁倩发来的消息：表白墙看到了吧？我发的。如果你想让我放过你的话，就给我跪下磕3个头，或许我能考虑放过你。2条消息转瞬即逝，我还没来得及截图，丁倩就撤回了，只给我留了个看的时间。像你这种弱智，怕是根本没时间截图吧？又是撤回。不错，事情开始有趣起来了。我看了眼对面床上的人，想了想，给他发了个微信过去。前几天那一巴掌疼吗？我能感觉到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很快我就收到了回复。你什么意思？我也不想藏着掖着，干脆就直接跟他表明了身份，顺便说了几句其他的东西。其实我能看出来这个女生的心思不坏，她只不过是因为性格内向，再加上没有家庭背景，所以才会想到跟丁倩站在统一战线。站在她的角度来说，即使平常会吃点丁倩给她的委屈，但这至少比得罪了丁倩大学4年都要被穿小鞋来的划算。而我给她发信息，也只是抱着一个赌一赌试试看的心理。毕竟这回无论怎么样都是我赢，只不过就是复仇参与感的问题。那个女生半天没回消息，我抬头一看，才发现她在发呆，手机都熄屏了。半晌，她问我：你需要我做什么吗？我说：你要做的很简单，把丁倩之前命令你做事的截图发给我就行。本想着能掌握一点丁倩压迫同学的证据就可以了，没想到这个女生连昨天丁倩让她拍视频的截图都发给我了。这样看来，事情就简单多了。别说是实锤了，雷神之锤也不过如此。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大戏还在晚上。我特意晾了丁倩几个小时，然后在下午下课之后给她发了个微信：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今晚6点半我在校外的餐厅等你。这段时间下来，我跟丁倩的接触算是不少，她这人什么脾气我多少有数，属于那种典型的给点颜色就要开染房的性格。跟她硬刚我或许占不到便宜，但我低头服软绝对能让她得意忘形。
果然，丁倩迫不及待地给我回了消息。哟，我还以为你能坚持多久呢？这么快就认输了呀？我没回他的消息，因为在忙着布置现场。我特意找我哥的社团借来了几个话筒，粘在桌子底下，然后找到一个能完美拍到我跟丁倩正脸的角度。调试好话筒和直播间以后，让佳佳坐在那个角度的座位上，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于上钩了。丁倩没辜负我的期望，6点半准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估计她的心情应该已经到达了高兴的巅峰，整个人的状态简直可以用容光焕发来形容。没关系，高兴这会儿也好，毕竟很快就笑不出来了。我深吸一口气，用毕生的演技装出一副饱受屈辱、失魂落魄的样子，站在他面前。倩倩，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啊？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行吗？我拼命挤出几滴眼泪，用哀求的眼光看着他，同时观察他的表情。很好，丁倩非常受用，没有任何警惕性，且更加趾高气扬，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丁倩冷哼一声，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继续装，以前是我不懂事，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只要肯放过我这一次，将来你让我做牛做马都可以。丁倩哈哈大笑，我也笑了。丁倩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这样吧，我大发慈悲，给你个机会，今晚你去学校表白墙向我公开道歉，然后再在全系大会上向我鞠躬。未来大学4年，你必须随叫随到。哦，对了，还有你哥，你哥也得向我道歉。要是他实在不愿意的话，我也不为难他，只要他同意跟我在一起就行了。说完这些，丁倩一脸，怎么样？本小姐很大度吧？笑都笑死，谁给他的自信啊？让我给他道歉也就算了，还想当我嫂子？天蓬元帅来了，都没人同意这门婚事，好不好？我再次压低身体，不轻不重地问了他一句，丁倩同学，你确定吗？丁倩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无法自拔，十分确信地回答，不然呢？妙啊，实在是妙啊！我忍不住撑着桌子笑了起来。丁倩脸色一变，抬手就想给我一巴掌，但是我反应快啊，她落了空不说，还正好被在一旁直播的佳佳拍到镜头里。丁倩发现了一边的佳佳，气急败坏，涨红着脸质问我，于西西，你 TM 什么意思？我笑了笑，想知道啊，自己去表白墙看直播回放吧。从餐厅回学校的路上，我也没闲着。虽说一个直播就足以实锤丁倩，但我辛苦收集的证据不能白费，所以我干脆就把截图跟那天乐乐被诬陷的视频放了上去。不过我没学丁倩配上一堆文案，因为这些东西一放出来，大家就能明白了，根本不需要再浪费口舌。等我回到宿舍，再点开表白墙，真的，我活了18年头一回收到这么多消息。我大体扫了一眼评论区，不错，局势已经基本达成极限反转的任务。丁倩应该是已经看到了表白墙上的内容，不停地给我发微信、打电话。我嫌烦，拉黑删除一气呵成。第二天一早，我意料之内地接到了辅导员的电话，辅导员词言意正地命令我15分钟之内必须到系主任办公室。最后一场戏演完就该谢幕了。路上的时候，我给老爸打了个电话，通知他一声该出场了。一进办公室的门，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愤怒且幽怨的低气压。丁倩哭哭啼啼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眼线眼影糊了一脸，挺吓人的。看到他爸爸，
哦不，是系主任的一瞬间，我终于知道为啥丁倩那么喜欢用鼻孔看人了。祖传的。辅导员一把拉住我的衣服，把我扯到办公桌前面，厉声呵斥：于西西，我说过你多少遍了，学校不是让你来撒泼示威的地方，你现在立刻向主任和丁倩同学鞠躬道歉，然后删掉表白墙上的谣言，认真检讨，接受处分。我没忍住，笑出声来了。系主任当场急眼，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于西西，你什么态度？我说，辅导员、主任，我作为学生，理应不该逾矩来顶撞你们，但有些事恕学生愚昧，实在想不通。我非常好奇，丁倩同学在军训期间针对我跟我朋友的行为，辅导员您都看在眼里，别说是您，就是我们这些刚升入大学的新生都能看出来是丁倩同学找我们的不痛快。为什么在您的眼里次次都成我的错了呢？是因为您不辨是非，还是因为您想靠丁倩同学升职加薪呢？还有主任，我跟您的接触比较少，所以更应该敬重您。我从小到大的家教都不曾允许我在学校里仗势欺人或者虚张声势。我理解您爱女心切，但是麻烦您也关心一下我们这些普通学生。摸着良心讲，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跟老师说过话，尽管是有点不妥，但也都是我深思熟虑后的掏心窝子话。只不过辅导员跟系主任根本没有听进去，丁倩在旁边也是越哭越来劲。爸，你看他强词夺理，我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辅导员讪笑，跟系主任打哈哈。主任你别听他瞎说，我从来都没这么教过他。系主任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冥顽不灵，屡教不改，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之前的解决方案作废，我们学校不留你这样的学生，给我滚！话音落地，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是吗？我怎么不记得系主任有决定学生去留的权利啊？我原本没觉得有什么，但一听见老爸的声音就差点破防。天，这真的就是爽文情节啊，好不好？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我爸、我妈、我哥还有学校校长全进来了。我爸跟校长是多年哥嘛，所以我与其叫校长，更应该叫伯伯。系主任看到我爸还一脸的不耐烦，他的官职还不足以跟我爸产生接触，所以他不认识我爸，不过他认识校长啊。系主任一改前态，赶紧让出了位置，冲着校长点头哈腰：王校长，您要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我这正教育学生，可别怠慢了您。我跟我哥齐刷刷地翻了个白眼，切，两面三刀。校长脸色阴沉，指着我爸说：丁主任，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是咱们学校最大的董事。系主任脸色一僵，我爸不怒自威：丁主任，您是因为什么事才教育于西西同学的？表白墙是吧？系主任仍然讪笑，连连点头。我爸猛地一拍桌子，系主任跟辅导员身躯双双一震，毫不夸张地讲，我都能看见他们额头上的虚汗了。丁主任，我觉得你有2点还没搞明白。第一，表白墙的东西我看过了，有理有据，有图有真相，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第二，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你们这些官僚主义、仗势欺人、狐假虎威的地方。于西西同学的做法虽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他也只是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反击丁倩同学给他造成的困扰。看到这气势，我跟我哥都被唬得大气不敢喘，更别说系主任跟辅导员了。
两人现在就跟耗子看见猫一个德行，头冒虚汗，连连点头。我顺势瞅了一眼丁倩，她早就满脸惊恐地看着我，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我，拟了半天也没说出句完整的话来。她知道我哥，所以我哥一出现，她自然能明白我们的身份。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哥跟着过来的原因。彼时，我爸继续说：“王校长，不用这么大动干戈。我看丁主任跟他的爱女很是喜欢玩仗势欺人这一套，不如也带上我跟我女儿一起，看看谁能赢。”系主任哪敢再说话，腰都快弯成90度了。偏偏这个时候，辅导员的脑子抽了。他突然走到我的跟前，笑得慈祥且灿烂：“西西啊，老师很早就告诉过你要勇于斗争，你看你还是忍到这个时候，你看看多不好看啊！”丁倩，不是，这辅导员是学过变脸吧？这态度简直就是托马斯360度回旋啊！这不纯属睁着眼说瞎话了吗？我承认我目前这状态是有点恃宠而骄了，不过像辅导员这种人真的是枉为师表。他一看我不吃这套，就开始疯狂给我使眼神，我干脆转过头去不看他。我爸再次开口：“刘导员，有这一回事吗？”刘导员跟系主任都不说话了。我爸冷哼一声：“很好，欺负我于卫国的女儿。王校长，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夫人也该饿了。我看这件事情就按规定从严处理吧。”辅导员想拉我，但是被我甩开了。我们都走出挺远了，仍然可以隐隐听见主任办公室里的求情声与哭声。不过这又怎么样呢？作茧自缚罢了。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学校里见过丁倩父女跟辅导员，没人在我面前提起，我也就懒得去想。直到大3下学期，我跟乐乐闲聊才知道，学校查出来丁倩被录取并没有走正规流程，是系主任靠关系把她录进来的，他们父女俩也因此罪加一等。丁倩直接被开除学籍，回高中复读，系主任也因此丢了工作。至于辅导员，他本身就不是编制内的员工，劳动合同一到期就被解雇走人了。据说他们的行为会被写进辞退表格里，可能会对未来再就业有影响。不过这已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任务就是考上商学院的研究生，未来好跟哥哥一起打理家里的公司。当天晚上，我哥发来了一条微信：“于西西，你欠我的那顿饭啥时候还？”我耍赖，反正都已经暴露了，恐怕是还不了喽。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